Hello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又回到了 WordPress 的主题，我是杰哥。那这一集是来回复有一个同学私讯我的问题，他的问题是问说，如果他喜欢很多种编辑器，那每一种编辑器都有每一种的特性，那可不可以把它全部装起来用？我们现在的画面是在 demo 范例网站。我现在是所有的编辑器都是关闭的状态，只留下 WordPress 预设的编辑器。好吧，正式进入主题。同学问说，WordPress 的编辑器可以大玩3P 吗？什么意思？我们比较常见的编辑器大概是有这几款，本身什么都没有装 WordPress 内建的一个 Block Editor， 跟一个 Elementor Editor 跟 Divi Editor。那这3个如果全部装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他问了我这样的问题，我当下就纠结了一下。好，我们回到我们的画面来确认一下，我们现在是所有外挂都卸载的状态下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预设编辑器是什么情况。我们来开一个页面新增。好，新增完的话，它这个页面的话就是 WP 的预设编辑器 title， 它下面叫做区块，英文叫做 block， 就是一个区块一个区块。下面的话你可以插入你想要的东西，例如说我需要一个图片，我就放入一个区块，我就把图片把它拉进来。它的这个界面跟 Elementor 的界面是有点像的，那就是它最基本的编辑器。好，那最基本的编辑器其实我自己也是使用上不太习惯，所以呢 WordPress 的官网上面的插件下载这边有一个 Classic 的 Editor， 就是传统的编辑器。我们把它启用来看看，重新整理一下，回来了。它的旧式编辑器，这个我反倒是比较喜欢。如果什么都不用的话，这个是最干净的。目前的话就是单一个这个编辑器，在我外挂还没关之前，用 Elementor 编辑器去做的一个 demo 网站。那我们把 Elementor 的编辑器打开。其实一般的话，你单独去使用一个编辑器的话，跟 WordPress 本身的编辑器是不太会冲突。打开了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页没有渲染出来的画面，我们再重新整理一次。好了，正常了，就是 Elementor 编辑器，我们进去编辑器里面看看是否能正常打开。那一般来讲的话，它这边没有出现一个安全模式的话，执行都是正常的，所有组件都是正常可以使用。好，那我们再退出一次，现在这样子来看一下，这样其实已经算是2P 了，就是 Elementor 加传统编辑器。假设我今天把传统编辑器停用掉的话，就会回到比较新版的 WordPress 的一个 Block Editor 编辑器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是2P 嘛，对不对？2P 的话，只要是跟 WP 内建编辑器可以使用的话，都会是正常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假设是做到3P 的话，我们把 Divi 的打开，把 Divi 的 Builder 打开，我们再新增一个页面，这时候它就会跑出来。因为我本身是开了 Classic， 就是传统的编辑器，它预设在传统编辑器底下，这边会出现说 Elementor 编辑器跟 Divi 编辑器，你想要使用哪一个？假设说我打开一个 Elementor 编辑器，来看一下它们有正常的载入。基本上我测试过，这个布景主题的话，它是不相容 Divi 的编辑器，所以呢会导致 Elementor 这个编辑器载入很久之后，就会跑出一个问你要不要进去安全模式。所有的这个问题的话，基本上跟你所有的因素都有关系。具体是哪些因素呢？我们来看一下布景主题以及你的插件跟 WordPress 核心就是说 WordPress 本身的版本以及你伺服器的环境。通常比较会产生问题的会在于说布景主题以及跟 Plugin 这2个，其实他们2个互相冲突的关系是比较大。那 WordPress 的核心，只要你这2个的版本对应到 WordPress 的这个版本不会太旧的话，基本上都能运行。
那伺服器来讲的话，就是细部的设定，除非说你的布景主题有需要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环境，才有可能导致说没有办法去做启用。那我们现在使用的布景主题是 Elementor， 他们官方提供最干净的一个布景主题，基本上对于 Elementor 编辑器的资源是非常好的。那有些主题的话，其实你要去试，有的主题是它刚好能支援 Elementor， 然后 Divi 也能支援，但是我觉得说还是不要冒险，因为你会这样子去做，只要其中一个因素有问题的话，那你所有的网站上面的呈现出来的之前写的那些东西的话，就会出现错误。除非说你有很有把握是说哪一个是可以相容，然后随着插件跟主题以及 WordPress 的版本去升级之后，都是不会产生冲突，不然的话你维护起来会很累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子就大概知道说，其实有一些布景主题可以去针对每个编辑器做相容，但是呢，我觉得其实不要太调皮，还是单纯的使用一个编辑器比较保险。